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频道。今天是2026年2月9号，星期一。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我们今天的直播就从现在美东时间11点半开始了，到美东时间12点，预计直播30分钟。你好，秦朋友，你好，请帮忙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是否都没有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直播了。请帮忙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能否听到声音和看到图像。有过几次直播的时候声音没有出来，然后当时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听不到声音，能否听到声音和图像？好的，谢谢 Susan 朋友还有这个秦朋友帮忙确认。我们赶紧来先讲一下这个标普指数。那么我们之前说过，它在这个日线上，现在这个日线这个周期啊是4385起涨点，然后一个 A 中枢，然后一个 B 中枢，对吧？这就是模型里面。那么这个大 B 中枢呢，现在震到第9段了，围绕这个 B 中枢震荡，1、2、3、4、5、6、7、8、9，然后第9段就升级了。升级之后，这个模型就变成了这前面都变成技术段了，然后这是新升级之后的 A 中枢，看它是不是能够往上走。现在关注的就是升级以后我这个力度，这个力度一定要强，对吧？目前看是非常良好的，你就看这个最近两天已经把这个 MACD 已经快要这个2个月要交叉了。如果说能来一个空中加油的话，然后张口张起来，这样的话就有希望走一个离开，对吧？所以说这个现在目前看是非常良好。看一下它的次级别1小时，那么1小时上就是这段，1小时上就是一笔直接拉回到前面这个1小时中枢了。现在今天目前也是刚好到了这个1小时中枢的上沿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刚好到这里。但是它的次级别现在走的很简单，我们看一下次级别15分钟，也就是日线的次级别。现在看的周期15分钟，15分钟上是个什么结构？1、2、3，看到没有？这个3是不背驰的，这走的特别的这个持续性特别好。所以说你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回撤，想要碰到前面这个的话，难度比较大。我们看一下，如果说想要碰到前面这个小高点，指数要跌1.72%，那么得有一些，当然了，本周是有很多的这个经济数据，比如说这个非农数据啊、CPI 数据啊，对吧？然后这个，如果说这些经济数据的一些刺激，因为这个数据的刺激，造成这个，我们也可以简单的看一下，我把这个数据给它拽出来，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因为本周这个数据还是相对挺重要的，就是这个，这个有周3有这个非农数据非常重要，盘前8点半，然后这个，周四没有，周5有个 CPI， 所以说最重要在周3和周4。所以说这个如果说因为这两个数据的驱动，造成这个市场一个大幅的波动的话，也是有可能。所以说这个需要注意一下。但是只要回撤碰不到前面这个，只是15分钟上的一个4浪回撤还可以有5，对吧？现在走的是非常强。那么这就是我们需要在指数层面需要关注的。好，来看一下大家的提问。前朋友问了一个 AMD 的话是之前财报的原因出现了一个17%左右的一个大跌，对吧？那么我们之前分析过 AMD 的结构，它是一个什么结构呢？就是周线上它当时从76.48，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是一个1、2、3、4、5第5笔或第5浪。但是它的最高点在266.96，没有突破前面的这个历史高点267.08，对吧？所以说我们当时就说你可以突破它，但是就会出现一个1、2、3、4、5，那就需要去比较是不是有背驰。如果说不突破这个267.08，那就看它是不是要在这里做 B 中枢或做 A 中枢，就在这里做中枢。
甚至是你在跌破前面这个194.28，那就会出现3笔，那么这3笔就有可能构成月线上的一笔回撤。看这个月线，月线上现在这里有个大中枢，针对这个中枢还没有出现3买或3卖呢。然后现在我们看一下因为有很多的包含关系，对吧？经过包含关系处理之后是不够一笔，但是不按包含关系是有5根，刚好有5根，然后还有一个低点。所以说如果说以这种方式就构成一个这个3买的话，看它能不能够继续上。这就是利用那个大周期结合小周期这个是190，还跌破了前面这个低点，所以说这个3段如果说以这种方式就构成月线上一笔回撤的话是没问题。我们先测一下这3段现在是一个是不是等比例啊？刚好是一个等比例194.17，刚好是这个第3段跟第1段的比例相同的位置，空间相致那个一致的位置194.16。所以这种方式如果说达成月线上那个3买的话，因为月线上有一个大的中枢嘛，然后往上走的话是可以的，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就以这个为假设，做缠论也好，就做交易也好，都是一个先假设，然后你再去这个寻找证据，对吧？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那么这个现在假设我这个192.72就是那个转折点的话，我可以这样假设的，就是现在，那么如果说这里就从这里断开的话，或者说到这个192.72这里断开，那么现在它就会，因为这是周线上一笔下，周线上一笔上，然后周线上一笔下，这就完事儿了，可以结束的。就这个里面的力度，你现在要关注就是这3段能否延续出来。然后1小时上最低点在前面这里，应该是这个位置。那么现在1小时上也是一笔，30分钟上有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1、2、3，可以当成3段。我们看一下哪个周期上有中枢，应该是5分钟上看有没有中枢。5分钟上的话，这里是有一个中枢，这里有一个5分钟的中枢。现在所以说现在就是围绕 A 而且还出了一个中枢的小3买，看到没有？这里出了一个小3买之后又上去了，但现在这个上现在是弱。这笔上现在是明显没有前面这笔上的弱，那个强嘛，所以这个3跟1比较是弱的。所以说，如果说这个弱的话，就会回来在这里再做 B 中枢。这5分钟上，它要这里做了一个 A， 然后做一个 B 之后，看它是不是要能再打一个高点，就结束这段的上涨。也就是说，1小时上这个，或者说是这个1小时这一笔可能要结束了。那结束之后，你看它能不能给你个2买，是不是要做一个2买之后给一个1、2、3？还是说给一个2买之后在这里做中枢也可以，对吧？所以现在就是在构造潜在的要在这个空间这里，而且今天也是拉回到了120天均线以上了，120天均线以上，现在表达是不错的。所以说你需要跟踪它这个5分钟，结合5分钟这个结构，然后跟踪1小时。看它能不能够以这种方式走一个转折出来，因为在大周期上是已经完成了一个下上下的一个动作。我们现在假设是月线上的一个3买的一个出现，月线上这个3买，所以说这里需要有力度的往上走，这就是你去跟踪它，这是转折的情况。如果说是266.96下跌的延续也可以，因为它并没有出现1小时，我们看有没有这个，这里有一个中枢的话，还是说之前30分钟上这里有一个30分钟中枢。那么这个30分钟中枢的话，现在针对它的话，这里是出现过一次3卖，对吧？这里有一个3卖，然后这里又有一个回踩，也就是说，你看它这个回踩非常技术，看这个回踩，看这个回踩。204.16，然后你再看前面这个高点123，这是最高点在204.27，然后这个次高在204也是204.27，所以说刚好踩回来了，你看到没有？这个204.16刚好踩进到前面这个类中枢里面来了，相当于这个还针对这个中枢的话，它是一个2买，它又踩上，它又上去了。所以这个回撤的非常技术。那么现在就是看它，如果说以这个192作为这个能够作为一个拐点的话，
那就不能够再次跌回到这个中枢里来。只要能够在这个类中枢，或者说在这个如果说借用前面这一部分组成那个中枢之上震荡的话就没有问题，它就可以这样走出来。所以可以以这个最后这个中枢来作为一个你的一个强弱那个分析的这个判断这个多空强弱的一个标准。那么具体这个要每次这个回档的时候可以去买回来，对吧？像它这个5分钟上有回档再买回来，然后再做这个一笔上，就是延续这个5分钟这个两个中枢延续。所以说现在只能是一点点跟它。那么只要不能够把这个30分钟这个中枢给砸穿，甚至在这个下方运动，那你就可以继续持有它，就不用太担心。所以就是主要观察30分钟那个中枢。然后我们再看苏珊朋友问了一个 CRWV， 就 Query 对吧？眼下应该怎么操作？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是看过它的这个周线的，我们看一下，这是我们之前分析的痕迹啊。然后我们当时从这个 33.52 这里作为，就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这是一笔这个进入段，然后开始在这里荡。当时我们从这个地方分析的时候啊，是有过一个比较过这3段，然后它当时是被持了，没到这个等比例 50.6， 然后又在这里做了一个底分型之后起来了，对吧？那么现在它刚好是2次反弹，你看到没有？这是进入段，然后1次反弹，2次反弹，这是我们之前画这个趋势线，刚好在这个趋势线附近吧，然后出现了有一个就是在1月26号这一天出现了一个大幅回调。所以说如果说你在这段上涨的过程中又到了那么个趋势线，然后这一周有减仓的话，那么你在第2周，也就是2月2号这周可以再买回来的。所以说有没有做减仓动作，首先要检讨一下。那么现在这里是其实有一个反向，就是说目前是可以先把这个中枢画在这里，因为它这一笔你现在还没有办法说它那个结束，它可以继续延续，把这个顶分型打掉之后可以继续向上延续的，对吧？突破这个趋势线也可以的。所以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无方向的状态。在周线上的话，它其实没有方向，它需要要么再次突破这个114.45，要么是再次跌破74，它需要一个选择一个方向。那我们到日线上看一下，日线上就需要它要么是再次突破前面这个高点，或者说再次跌破这个74，对吧？那么在日线上，它这里其实是有过一次回落，然后这个回落的低点看一下哪个低 87.25， 这是 87.07， 所以这里也有过一次回落，但是它这个上涨又不够一笔。所以说它前面这一段走的就是说它这一段不够一笔，但是回落够一笔，然后到这里够一笔，到这里这个回落够一笔，然后上涨又不够一笔。所以说在日线上啊，它可以看成一笔上去，可以看成一笔上去。1小时上是肯定有结构的，但是日线上它只有这个回落段是够笔的。其实可以简单的把它，因为它这个回落刚好也碰到了前面这个高点 87.31， 这里是可以当成一个不太规则的这么一个中枢，就是说它这个中枢的进入段和离开段都不够笔。这个进入段是有3根 K 线，这个离开段是有4根 K 线，对吧？但是呢，我要的是这个中枢，我现在要的中枢来判断力度。现在是冲上了这个中枢了，那么我就看它的延续。这里这个 MACD 也有这个要并口，哎，快这个来一个加油，空中加油的话起来，对吧？现在你问的是眼下应该怎么操作，就是说你要看你现在持有的这个成本在哪里，或者说你在它围绕这个不太规则中枢震荡的时候，有没有在做高抛低吸的这个动作。如果说你在低买了的话，那就继续持有了，看它能不能往上冲一冲到这个120天或者200天这里。你这样的话，就希望这个做这种差价操作。所以主要还是要看你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持仓的这个
持仓那个位置。但是现在要追的话，肯定不建议去追去，对吧？都是已经2天大涨，你是不可能去追的。这是2月26号涨了20%，今天目前涨了5%。所以说，如果是有的话，可能要到这些位置先减一减了，因为它其实现在就是围绕这个一个不太规则的中枢在做震荡，然后这2个方向性没选，要么再次突破这个位置，要么再次跌破这个位置，它没选，所以说这是一个目前的一个状态。但是它也是2月26号要出财报，所以说在财报之前，它大概率就是在这个区间震，看它是不是要震出了一个类似一个通道形式的，你也可以在这里画一个通道。这是比如说我们截取一段，对吧？有这么一个通道，它也可以是围绕这么一个通道在这里震，是不是到了财报之后是往下选呀，或者往上选都可以。然后再看，下一位朋友问了一个叫 Now， 这个是 Service Now， 这是应该是一个软件公司吧，跟 AI 相关的这么一家软件公司，之前也是涨过一波，感觉跌不动了是吧？那么现在这个大周期上是确实是做了这么一个1、2、3段，现在这看的周期是月线，但是月线这个动能没有结束啊，月线上这个大的周期的动能还没结束，所以说你如果说，因为我们做交易一般都是顺大逆小。所以说，你现在要想那个做大，因为大周期还没有明显的这个衰竭呢。那么现在，你要是想这个建仓的话，就是需要小心一点。我们再看一下最后这一段周线的话，是有过，我们看这里应该是有了一个中枢，周线上做了一个中枢，这是有一个周线中枢。那么周线中枢，然后有进入和离开，对吧？这是进入段，然后这是离开段。我们先比较一下进入和离开的这个进入段，你可以从最高点来测，也可以从次高点，因为它不太规则。这个离开还没到，如果说从最高点测的话，还没到等比例。但是你看它这个现在 MACD 的这个深度非常深。没有任何这个缩减的迹象，所以说现在要做多的话就要小心一点。我们再看最后看它的日线，就是这个离开段的内部是不是有更多的结构，或者说是不是多头有更多的这个在接盘，或者在这个承压在买盘。1、2、3，这里有一个这是不够，它就是一个1、2、3、4、5，一个直接5就到这里了。那么前面这里的话是没有碰到。这是一个1、2、3、4、5，是这么一个结构，对吧？所以说就是这个第5段它走的太深了，它没有持啊。所以6和7，我建议是在等7浪衰竭的时候，按照我们之前说的模型，1、2、3、4、5、6不做，然后做7可以是跌破前面这个1买，跌破前面这个98这个位置，跌破的话就是第7笔嘛。不跌得破的话，给你个2买。所以对这种大周期衰竭没有结束的情况下，我建议就是，这个做2买。你做2买的话，你就不会急于去超反弹。那这样的话，它可以是一个很弱的一个反弹之后再给来一段，对吧？甚至是就不跌破，你就吃2买。所以针对这个的话，我建议耐心等一下，毕竟它整体的偏弱，你不是非常了解这个行业，或者不是了解公司的话，我建议这个需要谨慎一下，不要去做这个反弹。这个反弹的话，怎么说呢？我并不看好这家公司。然后再看 Lily 朋友问了一个 ASTS， 是一个 Space Mobile， 对吧？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 LinkedIn 这个什么那个马斯克那个。这是我们之前分析过一个，我们把这个其他都清掉。然后看一下它的结构，
周线上从这个最低点 1.97 起来之后有这么一个中枢，然后还给了一个3买，然后又上去又下来做了第二个中枢，周线上它做了2个中枢。那么做了2中枢之后，这2个中枢的话，高点应该有接触上。我们看一下这个最高点在 39.08， 然后这个最低点36，对吧？是有接触的，是一个扩张了。这是一个扩张的一个升级之后的中枢的一个离开，但是仅对最后这一笔，我们现在观察一下它结没结束，对吧？现在是周线上是有顶分型的，顶分型已经出现了，然后上一周或者说不是上一周，前一周吧，这个1月26号这周是一个出现一个大幅的上影线，然后砸下来的。然后我们再看它次级别日线，那么这里12345有一笔回落，对吧？然后回落之后又上又下，所以说这个中枢的话，日线上不够，因为它经过包含处理之后，它比较勉强。1小时上这里肯定是有一个中枢，然后现在是出现了一个有效的回落，所以说如果说你按照日线来分析的话，它只是一笔上一笔下，对吧？或者说我们到这里，我们这样画，是一个12345，一笔上一笔下，然后一笔上一笔，这就是第4笔，日线的第4笔。但是日线的4的话，现在还碰到了前面这个高点，碰到了这个 92.95 这个低点碰到了，所以现在就这里有一个中枢了，有中枢之后看它能不能够起来，对吧？现在看你并没有问具体的怎么操作，但是现在这里如果说能够撑得住的话，就是说这里如果说能够出现一个结构买点的话，那就有希望起来，甚至再突破它。如果说弱的话，就是在这里看看能不能够，如果说这样再做中枢也可以，那就是做2个中枢再起来也可以。也就是说周线的这一笔啊，周线上的这个离开，现在你没有办法说它结束，没有办法说它结束，因为这是一个升级之后的一个中枢，它需要如果说出现有效2次回落的话，针对下面这个升级中枢还是3买，还可以再打一个小高点的。所以说你现在能跟的就是日线上这里个也出现底分型了嘛，今天，然后前面这里的这个下跌的话，1小时上肯定是一个123段，或30分钟上是一个123段。你看这个1小时是不是一个123，对吧？现在起来了，所以说但是现在这个起来之后，如果说这个不带力度的话，那就是在这里做一个1小时中枢之后，也可以再往下走的。也就是说，日线上虽然说出现了底分型，但是不代表100%要出现延续出一笔来呀，它需要1小时或者30分钟让力度跟上。现在这个1小时上已经顶到120均了，120小时均线，看到没有？然后这个 MACD 也没有冲上去。那我再往下看一下，能不能够有更小周期的，它可能是某一个周期出现了一个弱势表达。现在在5分钟上已经开始弱了，看到没有？这是5分钟上一个123进入段，然后开始震做中枢，就这里做了一个中枢。现在如果说这个5分钟这个中枢啊，它最好是能够它可能要踩一下，比如说踩一个120均之后，这样的话这笔有可能结束，然后往上走才有可能带领这只股票在1小时上有一个强势表达。如果说不能的话，那这样断开的话，那就看它是不是要往下走了，那你就要小心一点了。就是说，那就代表什么呢？代表日线上这个底分型就是一个大概率是一个中继的底分型，它就有可能这里做了一个反向中枢之后往下走了。所以你要盯着5分钟上这个中枢，它针对它怎么演变。如果说只是踩到120均或者说200均能够承接得住的话，那是不是在这里做中枢，然后去往上拉？就是针对最后这个小时的一个位置，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去决定了这只股票的1小时上后期怎么演变。如果说1小时能给你个2买的话，你再买回来，就再那个可以继续买，因为只是它在5分钟上可能做了一个比如说3笔做了一个盘整背驰之后，然后继续往上走也可以，对吧？只要不跌破，你就用这2根均线也可以，只要不跌破这个120均和200均也可以。毕竟现在是明显是在这2根均线之上，在短期的话，这2个均线够用了。很多时候用这2个在每一个周期都用这2个均线，基本上能够大概齐的帮你分析现在这个多空的一个强弱，对吧？
但是整体来讲，还是现在虽然说太空也是被马斯克带起来的吧，又是什么太空那个做数据中心呐，又是发电呐，又是这又是那的，全是马斯克带起来的。至于是指概念炒作呀，还是真的是有东西能出来，那么就需要我们个人去做这个基本面的一些分析了。但是整体来讲，它现在最近的这段的这个震动是比较大的，那个震荡是比较那个，你看它每天这个下跌的时候跌8%、11%、9%、9%，然后上涨的时候8%、14%，所以这支票整体震荡的幅度非常大，震荡的幅度比较大。就是说，你发现在这段震荡幅度大的时候，它就是那个分歧大了，就是多空的分歧开始大了。你往上走，可能就有人去做空它，觉得这个是高估的或者是泡沫，对吧？那么这个你往下来，那可能有人去承接它。所以说，就首先不要去追涨杀跌，但是呢，整体震荡波幅是大的，比较难做这种。毕竟，不知道是真的炒作呀，还是真的有东西能出来。但是整体它现在还是在从这个，尤其是从这个最底下1.97上来的，所以说已经是怎么说呢，在搭积木一样的搭出这么一个来。但是像这种票，如果说基本面不好的，再给你砸回到原形，砸回到开始的也很正常，很多这样的都这个股票的。所以说现在目前处于一个相对高位，还是注意一下风险。如果说你盈利已经非常丰厚了的话，那么还有3分钟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提问一下其他的你们关心的。那么其他的你们关注的，比如说比特币啦、黄金、白银啦，或者说什么特斯拉啦，有没有其他关注的？我还有几分钟时间，我们可以在最后的分析一下。如果大家没有选择的话，我可以就自己说一个，这样的话也利用一下这个时间。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下比特币吧。比特币从这个6万这个位置反弹之后，今天快出4小时的二买了。在4小时上，我一直提醒可以买这个二买的。就如果说你之前6万这里没买的话，今天这里已经回撤，潜在这里是一个二买，现在也出现了4小时的底分型了。4小时的底分型也出现了，那就看这个二买出现之后，这个后期这个1、2、3的3能不能够带力度。如果说不背驰，那就基本上6万这里有希望出现一个转折点，一个拐点。那么这是比特币。如果说4小时这个1、2、3给一个3的话，那很弱，那只是什么呢？只是这里有一个 A， 这里可以有一个 B， 它还可以继续往下走。所以说这个4小时，也就是说这是日线中枢的大 B 中枢的离开，也就是这个是潜在的小 C 段，这个 C 有可能没走完呢。虽然说这里6万这里弹了，但是并不代表它不能够继续再跌破那个位置。所以说关键就在4小时这里，这个3能不能够不背驰的往上走。如果说只是一个1、2、3，甚至到等比例它可以推到120均或者推到200均这里的话，那也我们可以测一下，现在就可以测一下。你看100，这个等比例80464刚好在120均这里。如果说只是推到这里的话，它也不代表就是反转了呀，它还可以继续下来的，因为这里只是做了一个 B 中枢，因为前面这里有个 A 呢，所以说要小心这个。但是现在是有希望出现这个4小时的一笔，因为现在已经有底分型了，然后这个回落的也非常浅。但是因为比特币，我还是建议大家只做 ETF， 因为这个不要去这个玩合约什么的。有位朋友这个问这个 mRNA， 这个好像是周5要这个 Moderna 要出财报了，对吧？但是因为时间那个问题还有已经到了，那我可以简单说几句。从这个最低点，从这个22.28这个最低点，现在是一个1、2、3、4，只是一个4的回撤。日线上从最低点看，只是一个1、2、3、4，对吧？所以说现在这里回不来5的话，就是回不到前面这个36这里的话，还可以有5。
甚至是再次突破前面这个55.2这个位置都可以。如果说弱一点的话，就是在这里做中枢。所以说你要不要去赌财报？周五要出财报了，那就是看你自己的风险喜好了。但是目前看，现在这里只要碰不到前面这里，它已经到了0.618的位置了，对吧？只要碰不到这个35.9，都是有希望，只是一个4的回撤，还可以有5。所以现在就是它基本上就在等财报的一个过程中。但是针对这种药厂，这个财报太难那什么了，所以就看你个人的那个风险了。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讲到这里了。